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如果你这几天有在关注全球金融市场，或者正看着手里的日元和日股资产思索未来的方向，心里是不是正充满了兴奋与矛盾的疑惑？就在2026年6月16日，也就是今天刚出炉的关键时刻，日本央行刚刚结束了备受注目的货币政策会议，高盛证券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份针对日本银行业的深度量化报告。高盛一针见血地指出，随着日银无预警将基准利率调升25个基点，强势推升至 1.0% 这一历史性的整数关卡，日本整个金融板块的获利天花板已经被彻底掀开。一场从零售存款成本防守到海外企业与投资银行利润透利的全新估值重构，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重塑日股的筹码格局。今天我们带大家拆解高盛这份今天刚出炉的重磅报告，看清日本大庄家们在利率正常化下最真实的投资底牌。高盛在报告中披露的关于2027年3月会计年度各大银行互利指引即将迎来非线性大上修的惊人事实。高盛指出，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市场上许多保守的分析师和投资人总是对日本银行股的评价抱持着怀疑态度，认为这波升息利多已经被市场过度定价。但高盛用一组硬核数据直接打脸了这种悲观论调。高盛点检发现，日本绝大多数主流银行在先前制定2027年3月会计年度的官方获利指引时，其底层的模型假设全都是极其保守的建立在基准利率维持在 0.75% 的落后框架下的。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当今天日银在会议上直接拍板将利率推升至 1.0%， 这多出来的25个基点利差在实体世界里会给银行带来多么恐怖的利润弹性。这代表着各大银行原本改出的年度获利预期与盈余指引在瞬间全都变得不合时宜，且被严重低估了。高盛明确预告，随着6月会议的尘埃落定，各大银行将会在接下来的财报季中陆续对外宣布大幅调升年度获利指引。这项集体上修的巨浪将会像一颗深水炸弹，在二级市场引爆一场史诗级的空头回补与估值重估浪潮。这也完美复制了2025年12月日银升息后，银行股股价一路上冲的狂欢轨迹，宣告了任何认为银行股利多出尽的言论可以彻底终结了。然而，就在名义利差大扩张，各大银行互利指引即将大上调的背后，高盛也用最严密的量化数据为我们敲响了不同板块之间极端分化的利润侵蚀警钟。这就涉及到高盛在报告中深度剖析的零售存款成本压力与支付科技金融股的紧箍咒了。大家要知道，升息对于银行来说绝对不是单向的捡钱游戏。当基准利率升至 1.0%， 银行在资产端的收益确实会增加，但在负债端，他们也必须面临客户要求提高存款利息的刚性压力。这在金融学上被称为存款贝塔的上升。高盛通过精密的博家级财务模型指出，在这一波升息周期中，那些在结构上高度依赖零售存款来获取资金的区域性银行，其净利差的扩张空间将会受到极其惨烈的挤压。因为普通民众对于存款利息的调升极为敏感，这些银行为了防止资金流失，不得不以极快的速度调高存款利息，导致负债端成本攀升的流速远远超越了资产端收益的增长。而更为惨烈的则是支付科技与消费金融板块。高盛在报告中披露了一个极其冷酷的利润杀手逻辑。在信用卡循环信用和现金预支等固定利率消费金融产品中，由于受到日本政府严格的法律利率上限限制，即使日银将利率调升至 1.0%， 这些产品的营运年化利率也完全无法跟着往上调，也就是资产端收益被死死锁定在了天花板上。但与此同时，随着市场整体拆借利率的上行，这些金融科技公司的批发融资成本却在疯狂飙升。这种资产收益动弹不得，而负债成本大步狂奔的双向夹击，将会在未来几个季度内对整个日本消费金融与支付科技板块的净利润空间造成毁灭性的去杠杆重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部分区域银行和科技金融股在今天不涨反跌的底层原因。相反的，在这场冰火两重天的估值重构中，全球最聪明的机构资金此时正在以史无前例的热情，将防御和进攻的筹码疯狂集结在两大黄金避风港中。第一个黄金防线是海外企业与投资银行业务占比极高的三大超级巨头。华瑞认为，与传统只在国内做存贷业务的区域银行不同，像30日联、三井住友以及瑞穗金融等超级巨头，其在海外市场拥有着极其庞大且极具套利空间的企业与投资银行业务。高盛分析指出，当日本国内利率升至 1.0%， 这三大巨头不仅能靠着强大的品牌物理壁垒，将国内存款成本牢牢控制在低位，更能通过其全球互联的交易网络，将沉淀下来的低成本日元资金源源不断地配置到海外的高收益美元债券、跨国并购过渡贷款以及高票息衍生品中。这种国内低成本吸金、海外高收益套利的立体获利结构，为其2029年3月会计年度中期计划中设定的政策目标提供了高确信度的翻倍弹性。第二个黄金防线则是具备高股东回报与主动股份回购承诺的防御性完筹。高盛报告特别提到，在基准利率高企的新常态下，全球资金对于资本回报效率的要求已经呈几何级数的攀升。三大超级巨头凭借着其在海外 CIB 业务中抱回的丰沛自由现金流，正在二级市场上执行着高达数千亿日元的无期限股份回购，并主动调高股利分派率。这种高回报的财务闭环不只能实时推高其每股盈余与净资产收益率，更在宏观流动性震荡的环境下，为其估值提供了一面最强大的物理防御盾牌。当然，大数据与日银决策模型虽然给出了方向，但高盛的研究团队也冷静地指出了两个核心的下行风险点。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日银在7月份或下半年政策正常化脚步出现非线性的过度踩踏。高盛指出，如果日银在接下来的会议上，其政策前瞻指引和购债减额的节奏显得过于激进，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抽前日本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导致10年期日债收益率出现非线性的瞬间暴涨，进而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以及日本股市的整体估值中枢造成急性的下杀重压。第二个风险是全球宏观经济增长在第三季度出现超预期的失速衰退。报告中提到，如果下半年地缘政治再次恶化，或者全球贸易限制进一步升级，导致跨国企业的并购与海外 CIB 投资活动大面子结冰，那么这项外部套利引擎的停滞将会直接压低三大超级巨头在海外市场的溢价反弹斜率。华瑞认为，高盛这份报告用最冷静的零升息节奏与 LTA 零售存款成本数据，为我们梳理了关键财报季前夕最真实的日本金融底牌。这是一场由获利指引大上修奠定多头基础，零售存款成本上升逼出板块分化，而海外 CIB 与股份回扣确立三大巨头防御优势所主导的结构性重塑。华瑞认为，对于投资者而言，大家密切盯紧两条实务线索。第一是看日本主要三大超级巨头在接下来公布的季度财报中，其海外 CIB 业务的经常性净利润占比与利差空间变化，这将最直接验证其全球化套利引擎的含金量。第二则是密切关注在下一次政策会议上，植田总裁在官方言论中针对第二支柱通膨风险与下半年再度升息门前的实质性定调。把这两项高密度的实体硬指标学起来，我们才能在宏观流动性的剧烈拉锯中理清头绪，在风暴真正来临前，提前为自己的资产找到最安全也是最稳妥的跨资产防御与避险路线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